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个世界充满了佛教所谓的四苦八苦，缺乏金钱，没有足够的时间，健康问题困扰着我们，还有人际关系的矛盾、工作上的挑战等等。同时，失败、挫折、背叛、与重要人的分离等等困扰也时常出现，生活中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心理健康，解决困境呢？希望您能从这期视频中找到答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温和且有活力的生活习惯之战胜困境的50个秘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会简单易懂地分享一些方法，让我们更好地享受有限的人生，将烦恼转变为希望，并积极向前迈进。同时也会介绍在面对任何困境时重新振作的方法。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有其原理和技巧可循。在这个充满混乱的时代，许多人可能感到迷茫，看不到未来。为了在这样不稳定的时代中过得更加自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今天的内容分为2节。第1节，生活并非总是顺利，需要锻炼身心的力量来应对生活的压力。第2节，爱是万能的良药，是温暖平和生活的方法。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这些内容。现在就让我们开始第1节的探讨吧。您目前处于怎样的情况呢？如果生活没有太多烦恼，那该有多幸福啊！然而，我认为没有人会一辈子一帆风顺，事事顺利。有许多人正面临着无法振作的困境和痛苦泥潭之中。这样的人群各种各样。首先要牢记的是，人生往往并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顺利发展。这个世界充满了斗争、欺凌、犯罪、老化、疾病等痛苦，还有愤怒、憎恨、空虚、后悔等情绪。大约2500年前，佛陀开创了佛教，并告诉我们一切生命都充满了苦难。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并不会按照我们的愿望去发展。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无法逃避痛苦的现实。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如此呢？佛陀解释道，这是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意味着我们将经历岁月的各种考验，最终我们都将面对死亡，这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一旦踏入生命的大门，每个人都将走向死亡之门。作者通过看到许多成功者的经历，深刻感受到人生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无论是在全球各地购买房产、乘坐私人飞机旅行、得到心仪物品的人，最终都将面对生命的终结。时代会让长寿者在媒体和演讲中备受瞩目，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最终被遗忘或与孤独相伴。有些人虽然赚了很多钱，却因逃税或遭受骚扰而毁掉了一生。还有一些曾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最终因疾病而痛苦地告别这个世界。无论成功者有多伟大，他们都经历过自己的磨难。人生并非坦途，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无法预测的事件，如自然灾害、经济变化、他人的行为、突发疾病或意外等等。我们无法左右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正是因为这些无法控制的因素，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人生并非如我们所愿那般简单，而且我们无法掌控他人的行为和情感。作者在人才培养领域工作了35年，他深刻地理解到别人是无法被改变的，我们无法强迫他人按照我们的意愿改变，就连自己的孩子也不会完全按照我们的期望成长，更别说家人或伴侣会完全按照我们的愿望转变了。试图强制改变对方的生活和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认为是对对方有利的事情，在对方看来并不一定是理想的。在这一点上，人际关系是导致生活不如意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只能掌控自己的内心，试图改变他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与其试图左右别人，不如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此外，生活总是在不断变化，
适应这种变化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仍然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主角，创造自由美好的人生。就像这本书所倡导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培养温和且有活力的生活习惯来实现，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生活的各种变化。接下来，我将逐步介绍一些方法。具体来说，这包括1、改变生活的舞台；2、在运气不佳时保持耐心等待时机；3、重新审视失败的经历；4、在幸福的家庭中体验幸福。我们将逐一详细解释每个习惯，以便更容易理解和掌握。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方法，帮助我们更加灵活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习惯，在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中保持灵活。当我们处于困境时，或者无法改变眼前的环境，当我们静下心来聆听那些克服困难、绽放光芒的成功者的故事时，会发现他们并非僵守原地，而是勇于改变，甚至尝试着改变环境。这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工作甚至生活伴侣。因此，不如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尝试，不断调整我们的策略来迎接挑战，这样更容易取得成功。你是否曾经执着于某一个地方？是否一直坚持着某种行事方式？是否总是停留在那些行事不顺利、环境不适合的地方？如果你感觉现在的位置无法展现出你的光芒，那么改变环境也许是一个有效的选择。此外，我们的能力和性格受到遗传的影响很大。举例来说，假如一个内向、害羞的人被迫从事销售工作，那么他很难取得成绩，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减少寿命。这样的人应该选择更适合内向性格的工作，比如行政工作或者研究员等。相反的，如果一个外向的人被安排从事适合内向性格的工作，比如行政工作，那么他也会感到极大的压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场所和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地方非常重要。在错误的岗位上，我们无法展现自己真正的优势。长期停留在不适合的位置会导致巨大的压力积累，所以及时转移自己的舞台是明智的做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第二个习惯，即在运气不佳时静待时机。当我们回顾自己的人生时，应该能够意识到运气这个概念。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帆风顺的时期，无论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而有些时候，我们则会遭遇一连串的挫折和困难。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有时是顶峰，有时是低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经历更多更深的挑战和困境。最近几年的世界形势不容乐观，许多人可能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刻。这种波动让我们感到迷茫和不安。因此，在运气不佳时，耐心等待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不要陷入过度的担忧和焦虑之中，而是学会静待合适的时机，保持冷静和积极乐观，也许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当我们身处逆境之时，恐惧和挣扎也许无法改变什么，但请记住，每一次坏运气都会过去，好转总会到来。在困境中，耐心等待至关重要。困难和挑战往往并不是永恒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有所变化。黑夜终将过去，黎明终会到来。面对苦难，我们可以更好地跟自己对话，进行内省。这是一个让我们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绝佳时机，也是理解自己感受和醒悟的时期。积极地看待这一点至关重要。人们往往在困难时期才能真正成长，只有经历过最低谷，我们才能变得更坚强、更强大。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正是那些艰难经历和无尽的困苦，塑造了现在的自我。过去的痛苦转变为了积极的体验。当然，沉沦在低谷的感觉是极其痛苦的，仿佛站在悬崖边，整个世界都在崩塌。这种感觉让人难以承受。通常情况下，
入睡时，烦恼不断涌现，使人难以入眠。此刻，许多人正在经历着困境和痛苦，或许你也正处于这种境地。但根据作者的经验，经历了低谷后，就会看到希望的曙光。换句话说，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才能领悟到触底反弹的勇气和力量。一切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了，是吧？但总会有那么一瞬间，你会感觉情况在慢慢好转，即使只有微小的改善迹象，你也要努力去找寻。从那一点开始，你就会逐渐恢复过来。生活中起起伏伏，就像我们的健康一样，我们的身体状态也有好有坏，有时候感觉特别棒，有时候则感觉不舒服。因此，在身体状态不佳时，你要保持耐心等待康复，不要过度焦虑，不要着急。现在只是身体状态不佳的阶段，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种积极心态非常重要。下面我们继续谈第3个习惯，即重新审视失败的益处。让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曾经历过那种感觉，觉得当时失败了，或者感到非常尴尬。正是那些失败的经历，塑造了现在坚强的你。想象一下，作者大学毕业后加入了一家 IT 公司，幸运地被派到总部的销售部门，但不久后却因健康问题不得不离职，几乎可以说是一开始就失败了。然而现在回首看来，那次失败成就了他在26岁创业的勇气。现在他还在经营自己的公司，因此尽管遭遇挫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培养了我们的成长和坚韧。让我们也来想想，过去的失败和挫折实际上都是通往今天的成就之路。这种积极的思维方式至关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失败并不可怕，困难并非无法克服，未来一定会更好。请反思一下你过去的失败和挫折，他们是不是现在你坚强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那些挫折你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定了呢？作者在30多岁时认识到，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重新审视事物的能力。重新审视意味着改变看待事物的角度。比如，有位失业的人可能会感到整个生活已经崩塌了，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但是，正是在这种困境下，通过重新审视事物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失业看作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也许这是一个跳槽到薪资更高的公司的机会，或者想象一下是否可以尝试创业等等。我们人类往往容易被消极的思维所困扰，视野变得狭窄，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转换思维模式，用更加开阔和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努力和创新，我们就有可能改变现状。因此，每天都尝试将事物转变为积极的视角是非常有效的练习。举个例子，假设你错过了要搭乘的火车，你可以将这个错过的时机看作是有更多等待时间可以阅读书籍或者给家人打电话的机会。如果你不幸落榜了自己梦想的大学，也可以因此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或者邂逅了现在最爱的人。这样看待那些痛苦和悲伤，将它们视作滋养心灵的养分。这种转变思维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看到其中的机遇与可能性。愿我们每天都能用这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事情发生了反而挺好的。这种习惯在我们这个100年时代变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我们大约有90%的感受取决于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我们站在哪一边的态度。也就是说，生气的事件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如果我们能培养自己将事物看作积极的一面，我们就会越来越善于将事情变得积极，从而减少生活中的痛苦。如果我们能重新调整思维和情绪，我们的幸福指数肯定会比现在高得多。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第4个习惯，如何在追求幸福的家庭中感受幸福。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怀揣着追求幸福的梦想，每天都在不懈努力。我们总是以为只要达到某个目标，就能变得非常幸福。比如说，只要有钱了，
就会变得幸福。只要和所爱之人有了美好的恋情，也会变得幸福。但其实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时刻，往往是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的那一瞬间。这一点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在心中。比如说，当作者接到出版社的委托开始写书时，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不断收集各种想法，常常忙得连睡觉和醒来的时候，脑海里都充满了关于文章的种种构思。经过不懈努力，当终于完成一本书并拿在手上的那一刻，作者感到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喜悦和成就感。然而，当书籍发售并陈列在书店里时，这种喜悦似乎不再那么强烈了。实际上，幸福感并非来自于书籍发售的那一刻，而是源自于那些辛苦思考、夜以继日创作的时刻。作者每每体会到，幸福感其实隐藏在创作过程中的汗水和努力中。此外，随着新冠疫情和全球局势的恶化，我们都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困难。在这个艰难的时代里，我们内心深处却涌现出对战胜困难、迎接幸福的渴望。事实上，幸福并非迎面而来，而是潜藏在我们不断努力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当我们努力攀登追求幸福的时刻，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研究显示，那些经历过逆境的人群，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是最高的。另一项调查也指出，相比未经历逆境的人，多次经历逆境的人更少出现抑郁症或健康问题。很多人都希望生活能够顺利，少一些逆境、困难或痛苦。但是，这种想法与研究结果截然相反。很少经历逆境的人比那些经历过痛苦的人，幸福感更低，健康状况也更差。这些研究结果提醒我们，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并非完全是坏事。或许正是通过经历逆境，我们才会更加珍惜幸福，更加感恩生活中的美好。逆境是我们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有韧性。因此，当我们面对挑战时，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也许其中蕴藏着更多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挑战，相信困难过后必有收获。更深入研究后，我们发现对生活满意度明显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群，这让我们思考，为什么逆境会让人更幸福、更满意生活呢？可以用游戏来形容这个道理，更容易理解。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人生就像超级马里奥游戏，总是处于无敌状态，轻松通过关卡，没有任何难度，那样的人生是多么枯燥乏味，可以说是烂游戏。我们常听到富家子弟对人生感到绝望的故事，因为他们缺少挑战和困难，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满足感。相反的，把我们的人生比作一款游戏，适度的挑战和反复尝试、担忧，正是使游戏变得有趣和有意义的重要因素。挑战和困难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让我们更珍惜成功的喜悦。因此，逆境和挑战并非生活的障碍，而是锻炼我们勇气和毅力的宝贵机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困难越大，成功后的喜悦也就越珍贵。这种情感更能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的意义所在。接着，当我们回顾过去的逆境和困难时，我们会发现，在克服了它们之后，它们变成了我们宝贵的积累。正是因为那些逆境，我们才得以茁壮成长；正是因为那些困难，我们才能感受到现在幸福的滋味。逆境和困难就像是调味料一样，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意义。因此，在我们追寻幸福的旅途中，努力克服逆境、挑战困难的时刻，实际上也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请务必铭记，你现在所经历的逆境和困难，在未来克服之后，将成为你宝贵的人生经历。那段艰难的时光一定会被铭记，因为那段经历不仅珍贵，也让我们更加坚强。每一次逆境之后，总会有灿烂笑容的日子在等待着我们。愿我们在生活的征途上，始终保持坚强、勇敢和充满希望的心态，迎接每一个灿烂的明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